這樣的男人，就是你如果越害怕，他會越開心，越興奮。對對對。如果你看到，你要說這麼小有什麼可露的？然後他會跑到你面前來問你要不要看，要不要看，然後你還反應不過來，就是你都反应不过來，他就啪就打開。然後我當時就真的被惡心到了，就是他的語言，還有他的語氣，還有他的這個樣子，然後就你知道，你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小瓜 Chinese 的播客。今天呢是我知飛和 Serena 薩薩老師和 Luna 老師，歡迎你們。Hello，好耶，很開心。薩薩這麼高興嗎？耶，對，終於和志飛一起錄播客了。薩薩太想我了，而且你今天有一個新的麥克風，你想，不錯，對，對，我要試一試它怎麼樣。好，今天我們的話題是跟性騷擾有關的，對。那我覺得性騷擾有很多方式，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都可能會有經歷。我就覺得我身邊好像沒有一個人沒有被性騷擾過，所以，但是這個東西，這個話題也很難，就是跟人聊天聊着，就是你知道嗎？我被性騷擾，也不會，對，也不會就这麼馬上的公開的說。我記得薩薩跟我說你的一個經歷，大概就是被性騷擾的經歷，然後讓你感覺有點奇怪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嗎？就是我現在也不確定是不是被性騷擾了，因為我很喜歡去做按摩，在中國有一個很流行的按摩方法，就是盲人按摩。对，我去過很多次，都很正常。但是有一次，有一個胖胖的男人，我總覺得他的手會放在不對的地方，比如說他的手會放在我的胸上，或者放在我的屁股上，因為我經常按摩，我覺得別人不會這樣做。但是因為他是盲人，我又不敢說他性騷擾我，或者我不敢直接問這個問題，你在做什麼？對，所以我一直忍着到按摩結束。而且你可能那個時候也想不到要提醒他，你的手在不對的位置，你在摸我的胸。第一次我其實想說，但是我有點不好意思開口，對，我覺得可能是不小心的，所以我就讓他過去了。我的男朋友也是，他前段時間去按摩，這個人應該是很專業的，所以他總是按到不對的地方，就是兩條腿嘛，然後再按摩這個腿，然後就是會碰到中間。然後我男朋友說，那肯定是不是故意的，不小心的嘛，那我不要就是那種小題大做，就是你在幹什麼，就一般就是在想這個人肯定是不小心。後來有很多次可是他還是一種比較發生了什麼我不確定的這種感覺。然後後來他跟我說那個人肯定是故意的，你應該可以知道，你再說你這麼可愛，別人會想要摸一摸你。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對，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就是你會覺得怕自己太敏感，對吧？然後也會擔心會不會很尷尬，所以很難去說這樣的問題。Luna， 你有過什麼樣的經歷嗎？對，我也有過。我不知道剛剛薩薩的經歷是在你什麼時候，就是哪個年齡的時候？20多歲的時候。我是很小的时候，对，大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我到现在還能記得那一件事情。就是小學我對很多事情都已經
就是我的記憶都比較模糊了，但是那件事情我還記得。对，因為當時也是就是學校也這個事情感覺也比較嚴重，鬧得很大。然後當時是一個老師，一個男老師，對。然後我們是因為學校的廣播站，你知道，就是有點像我們現在做的這個事情。然後當時我是在學校的這個廣播站去做一些這種朗讀，對，就是給全校的同學去讀一些稿子或者讀一些這樣的文章什麼的。然後他是廣播站的老師，有時候他就會說，你們的稿子可以拿來給我看一看，我幫你們改一改，然後或者你可以跟我讀一讀，我幫你糾正一下，就有這樣的理由，好，然後就有時候我們就會去辦公室找他，然後我就發現一開始我真的沒有意識到，就是這個事情好像是一種性騷擾，因為我那會兒可能比較小一點，就是我也沒有凶，然後也沒有什麼，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發育了這樣的感覺，对，好，但是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对我進行性騷擾，然後他会就是在跟你說話的時候，我站在他面前，然後他坐在凳子上，他會邊說話邊拍一拍你的胸，然後他會把手伸進你的後背，你的衣服裡，夏天的時候摸你的背，對，但是對，就是現在想想真的很惡心，但是當時就是我沒有意識，就是我不知道這是對我的一種性騷擾，對，沒有人告訴我這樣的行為，是，對，有可能這個老師是戀童癖，就專門對就比較天真可愛的小孩子下手。对，因為當時不止我一個人，很多女生都有這樣的，都遇到了這種情況。然後有的女生可能她有意識，然後她回去跟她的爸爸媽媽、父母說了這個事情，對，然後父母就發現了這個就是性騷擾，然後就去到學校去告這個老師，最後這個老師就被辭退了。对，我覺得是需要有一些懲罰和後果的，不然他可能去另外一個學校也會做一樣的事情。所以我在聽 Luna 講這個故事的時候，突然想到我自己的一個故事，但是它不是在我身上發生的，是我住在巴塞羅那的那一段期間，疫情的時候嘛。然後我住在巴塞羅那市中心，有一個地方就是像法國的那個凱旋門，對，它也叫凱旋門，對。然後那天那裡呢，我是經常去那裡跑步，就在我家附近嘛，對。然後你有時候會發現各種各樣的人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說他們在公共場合就是做愛，當然對。然後另外有一次是我看到有兩個女孩。他們兩個女孩就是在聊一些話嘛，然後後面有一個男生在他們身後自慰，就是對着他們，然後把雞雞掏出來，然後自慰。天哪！對，我當時就是很生氣，我就想這個兩個女孩都沒有意識到，我就對，我就馬上就是我說你在幹什麼？然後這個男生就變得非常非常興奮，因為他被我發現了，所以他好像變得非常開心。然後他就開始就是衝着我自慰，他就是很開心，然後我當時就是我很有正義感嘛，我就覺得這個事情不可以，我就把我手機掏出來拍他，我說好，你繼續吧，你繼續，然後我就完全沒有害怕，繼續，然後他就馬上被嚇到，他就馬上把雞雞裝起來，然後開始狂跑。所以然後我當時提醒那兩個女孩，她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而且她們對，可能對於他們來說不是很嚴重，就還好，沒有对他們做什麼。但是我自己覺得這是不 OK 的，我也不能接受。他們說，這樣的男人就是你如果越害怕，他會越開心，越興奮。對。如果你看到，你要說這麼小有什麼可露的？哎，這個就是露陰癖吧？你吵你們有小時候？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在公園或者在街上有人對你們露出來？我想起來，真有，
就是不是对我，是我聽我的朋友說的，因為我在成都，然後就是在一個橋的下面，然後他們說你從那裡走的時候，就是會有一個年齡也比較大了看起來，然後他穿着一個軍大衣，就是一個軍大衣，先是把自己捂得非常的嚴實，然後他會跑到你面前來問你要不要看，然後你還反應不過來，就是你都反应不過来，他就啪就打開。对，然后最可惡的就是他找你要錢，對，你看着他50塊錢啊，太有病了吧？應該是有人給他錢嗎？誰想看呀？我覺得，對，對，這個人是很有問題。對，我也有就是小時候被嚇到的這個經歷，但是一開始不知道嘛，就真的被嚇到了。然後還好我跟我的好朋友走在一起，我當時就是很擔心我的好朋友，我說你這麼漂亮，可是你看了這些不應該看的東西，然後我沒有保護你。他就說志飛，你知道我近視很嚴重，我根本沒有看清楚他給我看的是什麼。然後說哦，原來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一個朋友，怎麼都是朋友，他也是，但是他很好笑，就是也有一個男的，他穿了一個很大的大衣，然後走到他們面前，然後這樣打開，然後別人都很害怕，所以就大喊着跑走了。但是我這個朋友就站在那裡看，他說我沒有看過呀，我覺得很新鮮很好玩，他就站在那裡一直盯着他看，後面那個男人覺得沒意思，他就走了。哎，還是有好的方法去對付漏音癖。你們有沒有被語言騷擾？在英語叫 catcalling， 就是路上走着走着，有人對你評論一下你的身體啊，跟你說一些很下流的話。我小時候有，因為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穿吊帶的衣服，就是沒有袖子，然後走在街上就會有男人對着我吹口哨，但我覺得不理他們就行了。但是有一次很討厭，就我戴了一個飛機的項鏈，然後有個男人就走到我面前，他就一直盯着我的這個胸這個地方看，他說真好看呀。我當時的想法，我以為他在看我的項鏈，我就說哦，這個飛機項鏈很好看。他說不是，飛機場很好看。Oh my god！ 就是因為中國人有的時候會說胸是飛機場嘛，所以我當時就覺得很生氣，我就臉一下很紅。天哪，那莎莎他還覺得你小，對吧？飛機場他覺得你平，是嗎？對，飛機場一般說比較小的胸。对，那你对，就是如果有人對你們語言騷擾，你們會覺得可以做什麼？想打他。我就是對心裡可能很生氣，但是我感覺大部分女生都不能做什麼，可能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很生气。我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可是对，就是但是不是没有萨萨这麼嚴重，就是這些男的，就是你看得出來，就是也不是什麼好人，就是像那種混混那種一樣，然後就對你非常的。一般就是說也像搭訕，但是他的態度就非常的不禮貌，還是美女美女，你電話號碼是多少啊？怎麼你的微信給我一個你的微信什麼什麼的，對，然後我有一次我就說你有病吧，我說你有病吧，然後我就走了，對，就是那樣，然後他們就一直笑嘻嘻的，就很討厭這樣的人。那我覺得我的這個被語言騷擾的經歷可能會比你們多一點。我從小就有，因為胸部發育的比較早，然後我又比較矮，所以對於一個男人來說，他們是不會害怕我的。所以我小時候走在路上，就有一個中年男人指着我的胸說：小妹妹，他說你的奶子好大呀。
然後我當時就真的被惡心到了，就是他的語言，還有他的語氣，還有他的這個樣子，然後就你知道，你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所以我就超級討厭語言騷擾。然後之後我就會覺得，我是不是要，你知道，就穿衣服遮一遮，然後還有因為我當時走路是這樣走路的，就很自信，特別好的那種，很自信。但是那次之後，我就開始覺得很害怕，就是我覺得我怎麼辦？這個是我的身體，可是我不希望別人對我說這樣的話。到後面我住在西班牙，其實我住到最後，我已經不是很喜歡住在西班牙，尤其是大城市，因為我覺得太多這種 catcalling 和這種語言騷擾，就是走在路上，我明明就是 mind my own business， 我自己想做什麼，我自己去忙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沒有對別人做什麼傷害，然後就要開始評論我的身體，或者是對我做什麼。還有個男人對我這樣，對，Luna 是不是沒看懂？我好像懂了，我好像懂了，懂了。对，就是你會覺得這些男人就是很多就是把女人在物化。就是他覺得你是一個工具，就是發洩他們性慾的工具，如他們可以對你做什麼，然後比如說對你說一些什麼話啊，或者對你做一點什麼東西，可能讓他們很爽，所以就很多在巴塞羅那，我就覺得很經常，可能我3次出門2次都會遇到這樣子的情況。可能你可以說那邊的人很熱情奔放，可是對我像我受到的教育，我的文化，然後我是不喜歡這樣子，就語言騷擾的。我覺得奔放、熱情，它這個界限是不一樣的，對吧？就是我們的感覺是能感覺到的，你對我是尊重的，对吧？是這種喜歡的，還是說你就是覺得好像你把我當成一種開個玩笑無所謂，當成一個笑話或者怎麼樣？對对对。就是人的感觉還是挺準的。如果你覺得他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他一定是做不好的事。就像我被性騷擾那次，雖然我不確定，但是回家以後我仔細想一想，他一定是在性騷擾我。是的，他就是吃準了你不確定，所以他就更加肆無忌憚，對吧？對，對，有時候是發生在女生身上，然後我覺得發生在男生身上就更難去界定、去判斷了。然後男生又不好意思，你摸我這裡，就是讓人覺得好像這個男生好像很像女孩子什麼的。我覺得他們有更多的心理上的壓力，去把這件事情說出來。我前一段時間看到一個視頻，是一個人他專門去調查這些案件，就是性騷擾和性侵的案件。他說我們看起來覺得好像大部分都是女人或者女性被騷擾，但是實際上男人被性騷擾的比例比女人高很多。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呢？就是因為他們沒辦法把這件事說出來。有的時候他們是跟自己的父母說，父母會覺得你一個小男孩有什麼性騷擾呢？可能別人在跟你玩。對。還有一些人他們長大了，他們很勇敢地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但是別人對他們的態度是，哎，你是一個男人，你不是爽了，你不是快樂了嗎？這有什麼可說的？天哪，就是對，所以很多男人都不願意分享他們的這些經歷。对，讓我想到了我家裡有個小孩兒，然後他當時7歲吧，他就是跟我媽媽說嘛，他就說那個有一個大哥哥他摸我，或者是一個叔叔他這樣子摸我，他摸得我很痛，就是摸我的下面，應該是摸他雞雞。然後我媽媽就開始笑，然後他就是跟我打電話的時候，他也跟我複述了，然後他就一邊笑一邊跟我說，就覺得這個是一個笑話。就是你看這個小孩，然後可能是跟朋友一起，然後2個人出爭執了，就是抓了他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哇，媽媽，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有多麼嚴重嗎？你不知道這個人在傷害你的孫子，然後給他造成心理陰影，然後他現在這麼需要你去傾聽他，保護他，然後你採取的就是笑。因為我覺得我家人对很多就是在性上面的事情，他們就是笑，就是這個是一個玩笑，然後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好笑，就是他們完全不知道創傷是個什麼東西，或者是對你以後的有什麼影響。如果你要是說出來，或者是你強調的話，反而覺得你是不是太脆弱了，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你這個人是不是要改一改。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兒子，我很怕有一些年紀大一點的阿姨，因為他們很喜歡看到小男孩就說，哎呀，給奶奶看一看小雞雞呀，来吃一吃小雞雞呀，就這樣，他們覺得是在什麼東西逗孩子，什麼吃一吃小鸡鸡，因為他們覺得是一種很可愛的，就意思这個孩子很可愛，讓我很想跟他很親近這種感覺。性騷擾吧？但是這個語言不要吃一吃小雞雞吧，這個太過分了吧？真的有人會這樣說，就是開玩笑，不是真的，但是他會說來吃一下小雞雞。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我受不了這個。我也，所以我一般看到很奇怪的阿姨，我就会拉着我的兒子趕緊走。有點有點毛病了，怎麼感覺現在的人？對呀。我覺得有些人好像說話他不太經過大腦，可能年紀大一點的人，他們會覺得性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覺得会不會就是我在想，就是這個不是一個個例，對吧？就是感覺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我覺得這個也可能跟中國的這個性教育普及的真的是不夠，然後所以大家的這個性觀念，你看這麼多年，就是感覺所有人對這個性的這個事情，要不就是不敏感，要不就是害怕，要不就是反正態度就是不太正確的一種態度。我覺得我們的文化裡面就有很多以和為貴，就當你去找這些事情的證據，然後想要懲罰這個人的時候，我感覺總有人在勸你，就是不要追究了，你也沒有備受傷害，對，就是以和為貴吧。然後法律上也沒有怎麼去保護，就是反而就就努力讓你去脫敏，你不要這麼敏感。還有面子問題吧，可能也是。有一些人覺得有這樣的經歷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就是比較不敢去談性這一個的問題。然後我覺得吧，就是可能老一輩的人，他们也没有接受過太多性教育，就是沒有被教過，甚至被侵犯了，可能也不知道。你們小時候呢，在學校裡面有沒有老師教你，或者家長有沒有教你注意要保護自己？我們會有生理課，但是不會教這個內容，就跳過了。就連有時候會講男生和女生不一樣的課嘛，都要分開。比如今天上的是女生的課，男生全部出去外面操場上玩。講男生的時候，女生就去操場上玩，就不讓你看。對，我小時候也是，就是學校都有生理衛生課，但是他就講的最多的就是孩子怎麼來的，就是講這個精子卵子的一個結合的一個過程，包括媽媽懷孕的這個過程，但是他會自動忽略掉前面的過程。對，就是沒有人會告訴你。對，是的。然後包括跟薩薩一樣，男生女生他會分開，对，他們都會覺得，老師也會覺得這種事情好像就是男生知道就可以，或者女生知道就可以，他也並不會覺得我突然想到，我們為什麼會覺得丟臉或者是羞恥，可能也是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因為小時候看電視，如果電視裡有男生跟女生他們在親嘴，我的爸爸媽媽就會說快把眼睛閉上，小孩子不可以看這些，然後就這樣看，然後就這樣看，偷偷的看。
對，就是我每次就偷偷的一點點看，然後爸爸媽媽不在，有時候看到那種鏡頭也會自己先遮住，然後後來想，反正爸爸媽媽看不到，我要調到前面去再看一遍，這次不要遮住。而且，仔細研究一下。還有一個就是我突然想到的，就是我的媽媽，就是他們的那種本能的反應，就是而且這個已經是我長大以後了，已經是大學的時候了，我們一起看一個電影，然後這個電影呢，就是非常直觀的拍出了這個就是男女之間的這個就是在進行性行為，對吧？做愛的這個過程。然後我的媽媽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好黃啊，就她会覺得，對，她會覺得這個事情就好像有罪，就是她覺得好黄啊，对。然後當時我就跟她說，但是是一个，它是個什麼樣的電影？這是中國的一個電影，我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叫什麼羅曼蒂克，我有點忘記它的名字，它是跟歷史有關的一個背景。對對，跟戰爭有一些關係。是的。你媽媽接受不了這個鏡頭。哇，我當時都震驚了。我說這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對吧？而且它這個故事情節也是因為有一些原因嘛。反正我覺得我爸爸媽媽現在已經70歲，所以他們跟我，是非常不一樣的。就很多東西真的是不敏感，包括小時候。我會跟我媽媽說，有一個老爺爺抱我，他把我放在他的腿上，然後下面有個硬硬的東西。我媽媽也就說他很色，我媽媽都沒有怎麼說你以後不要去找那個老爺爺，他沒有怎麼教我怎麼樣保護自己。我記憶中沒有聽到很多。那現在我們這一代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很注意對孩子的性教育，是的，就是要讓他很早知道什麼樣是對的，什麼樣是不對的。对，是的。我記得好像我前段時間在這個社交媒體上看到，在成都有一個社區他們就是免費像做公益一樣，然後給這個社區的一些幼兒園然後讓孩子們可以週末什麼或者放學以後，然後給他們免費進行這種普及，對，就是性教育。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進步，挺好的。我有時候在想，以前我們都遇到過性騷擾，會不會就是因為我們小時候的性教育太少了，然後這些男人他們太憋了，沒有地方可以釋放，所以他就要去騷擾別人。對。這個問題也是很就可以引出下一個話題，就是看 A 片好不好？而且在學校是被禁止的事情，這個在中國也是一件很偷偷摸摸的事情。就是